但是我并不想把你炸沉，那怎么办呢？我的定深呢为0或者是0.5，就是这个火箭弹或者深水炸弹刚一接触海面或者0.5米的时候就爆炸。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个俄乌的冲突一直是不断啊，我们指的是这种舆论上的冲突，还有外界宣传上的这些矛盾啊。特别是美国从去年就已经说了，就是俄罗斯在俄乌边境上集结了10万大军啊，将兵分3路，在2022年初进攻或者说入侵乌克兰。后来呢，又这个把时间定在了2月16号，但是还是欺骗了世界啊！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就是进攻乌克兰。而从俄罗斯发表的声明看是什么呢？在2月12号，美国的核潜艇弗吉尼亚级的入侵了俄罗斯的领海，就是千岛群岛这个方向。那么这又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因为当时呢，俄罗斯的海军呢，就太平洋舰队正在千岛群岛这个地方呢搞军事演习。他发现呢，就是有一艘美国的核潜艇就是靠近，而且呢，就是入侵了这个俄罗斯的领海。因为国防部长向普京总统汇报的时候说，入侵了4公里因为我们知道领海线是12海里，1海里是1.8公里，他说入侵了4公里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很多观众就问说，这个那么大的海洋，说俄罗斯怎么发现美国的核潜艇就是入侵它的领海的？怎么发现这个核潜艇的呀？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发现核潜艇不是靠雷达，不是靠看主要是靠听。那么怎么听呢？因为俄罗斯它太平洋方向它有大概10几架的，就是伊尔38这样的反潜巡逻机。巡逻机的速度比较快，而且后面还有一个磁翼探测器，还可以投放这个浮标声呐来探测水中的潜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时搞演习的时候呢，还有水面的舰艇。这个水面的舰艇特别是反潜的就是这种驱逐舰或者护卫舰，它因为艇首就是舰的头有这个声呐。两侧就左舷右舷也有声呐，叫侧扫声呐。后面呢还可以拖就是很长的这个叫拖曳声呐。那这个可以从水中发现潜艇。而且俄罗斯它还有这种常规潜艇就是常规潜艇体量比较小，但是在近海近岸活动，所以呢它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声呐，主动声呐、被动声呐就是来听水下的目标。我觉得之所以美国敢把这个核潜艇派到俄罗斯家门口去侦察呢，他认为弗吉尼亚级的这个核潜艇它是攻击性的核潜艇虽然体量达到了7000多吨很大，然后呢也是很长100多米，但是他认为呢静音性能比较好，因为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潜艇它的这个就是前一型型号的是洛杉矶级的，洛杉矶呢还是靠螺旋桨，螺旋桨的噪声比较大相对的说比较大。它呢采用了泵喷，泵喷呢就是咱们讲就推水，就滋水似的这样声音很小，基本上它的这个噪音就被海水的哗哗的这些噪声给淹没住。他认为这么安静的潜艇跑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去侦察去偷听，可能不会被俄罗斯发现。但是没成想，人家在空中有飞机，水面有舰艇，水下有潜艇，一下就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呢，当然双方也是进行了猫捉老鼠式的这种博弈。因为美军他开始并不知道他已经被对方发现了，所以他还是继续靠近俄罗斯的领海，去在那偷听，去在那侦察。因为人家搞演习嘛，我分析呢，这个美国的核潜艇他是想就是通过声呐听就是俄罗斯有多少的舰艇包括潜艇来参加这样一个演习，这样就知道你是什么规模的，然后呢来收集相关的情报。当然它上面就是天上还有卫星可以侦察，然后你这个水下潜艇它听到了什么声音，这样可以把这个声像结合起来就是分析俄罗斯搞的演习的规模。但是被俄罗斯发现了，俄罗斯呢怎么通知？就是
美国的潜艇啊，就是你已经被发现了，或者说你已经侵犯了我的领海了，那怎么办呢？实际上是要靠声音，因为你双方没有无线电的这种沟通联络。比如说在空中，你还可以用飞机的无线电沟通公共的频道，或者水面舰艇，你可以打旗语，你可以打这个信号，你可以通过无线电。但是水下潜艇是不可能的啊，那怎么办呢？俄罗斯实际上就是利用深水炸弹或者是火箭弹，就是声响告诉美国的核潜艇啊，你已经侵犯了我的领海，你赶紧离开，或者是上浮。但是呢，美国的潜艇没有上浮啊，赶紧跑了。那为什么说美国的这个潜艇它跑了呢？因为啊，这个深水炸弹或者是火箭弹，它打去之后呢，实际上响声很大的。那有的观众可能就问，那怎么没把这个美国的潜艇给炸沉呢？因为深水炸弹呢，它是要侧身的，就是我知道你在某一个区域或者位置的时候，我把这个深水炸弹或者火箭弹打下去。你比如说你在30米，我要让这个炸弹或者深水炸弹沉到30米的时候再爆炸，这样的话就会挨着潜艇，就会把潜艇炸出一个大窟窿，水就进去了，潜艇就沉没了。但是我并不想把你炸沉，那怎么办呢？我的定深呢为0或者是0.5，就是这个火箭弹或者深水炸弹刚一接触海面或者0.5米的时候就爆炸。大家知道空气的阻力很小，所以它向上爆炸，它不会把水下的潜艇给炸毁，所以采取这种方法。当美国的潜艇听到了这样剧烈的爆炸声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被人发现了，所以呢，他离着就是俄罗斯的这个领海线由于比较近嘛，它入侵了4公里，所以赶紧掉头跑。而且在跑的同时呢，它还释放了一个诱饵。什么叫诱饵呢？就类似于一个无人潜航器啊，它发出声音。因为这个它潜艇有一个噪音，但是呢，它这个潜航器，无人的潜航器，噪音更大。就是我专门发声啊，就是这个声音呢和我的这艘弗吉尼亚级的潜艇的声音非常像啊，但是它是向不同的方向跑，这样的话呢，你的声呐可能就追踪那个诱饵去了。我这样的话呢，潜艇就可以金蝉脱壳。所以这个美国的潜艇呢就是这样溜了。所以我们看在这个美国和俄罗斯的海军的就是潜艇，或者是这个海中的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猫鼠游戏实际上就是这样演出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